嘿，大家好，我是王，回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一台搭载了最新的酷睿12代 P 系列 i5 处理器的性价比超高的轻薄本 Acer 红旗的非凡 S3。之前我们试完了酷睿12代标压版的移动处理器 H45系列，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最近我听说专为轻薄本推出的 P 系列也上市了我就赶紧去看一下有没有能马上买来玩的，然后就发现了这台东西。首先，它的处理器是 i5-1240P 最新的酷睿12代 P 系列，14寸 2.5K 120% sRGB 的屏幕，重量是 1.25公斤，还是挺轻的。16G 的内存加512G 的 PCIe 固态，内存是 LPDDR4X4266，没有用上 DDR5不过也不完全是缺点，并且它还专门说明了是2个 M.2 的硬盘位，在轻薄本之中，这个扩展性可以说是相当的可以了。到这里还没有完，它还有 Killer WiFi 6E 无线网卡、双雷电4接口、PD 65瓦快充、电源键指纹解锁和 EVO 认证。你期望中的一台轻薄办公本该有的东西，它全部都给你了。重点来了，它的首发价是4299，还返110卡，在轻薄本中这个性价比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的了吧？所以我也是立马就下单回来了。这台机器还有一个 i7-1260P 的配置，要贵1000块钱。我去查了 i7-1260P 和 i5-1240P， 它的 CPU 部分的核心数量是一样的，主要是频率、L3 缓存容量和显 EU 数量的差距。根据我的轻薄本的使用经验，因为存在着功耗强的限制 ，CPU 会和核显抢电，所以就算 i7 的核显性能要强上一些，实际在游戏中也未必能发挥出来。在1000块钱的差价下，我觉得还是 i5 的配置要相上一些。介绍完了。这个鼠标也是送的，不过是最普通的无线办公鼠，应该也不怎么值钱。包装没有什么好看的，最普通的硬纸皮，正面只有一个 Acer 的 logo， 侧面的标签上面甚至没有配置只有型号和编号什么的。怎么里面又套了一层还有一个封条。质保说明及安全使用附录没用的东西。装箱清单、安装指南，就这么一页纸。这个是电源Type C 的好评，这个要加分的。这个本体就2个泡沫这样子夹着，应该是铝合金吧。插电，开机，右边的灯亮了，但是屏幕还没有显示。有了。激活一下 Windows 11。1.2的检查更新。现在 Win 11在激活过程中就已经有指纹识别的配置了。OK。已经能听到声音了。看来就算到了酷睿12代，英特尔处理器的轻薄本还是没能完全解决风扇噪音的问题。开机之后发现这台电脑被装了一些我不太需要的软件。WPS 是我们装的，但 QQ 游戏绝对不是。这台机器连 QQ 都没有装。不过考虑到预装的这些软件 ，Acer 应该是有钱收的。这台机器的成本他们应该有分摊一部分，并且在电脑上面卸载这些软件或者是重装系统都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数量也没有现在的手机上面那么夸张也就不跟它计较了吧。并且它还预装了一个叫 Acer Care Center 的软件，它可以看一看系统的参数，清理一下垃圾文件，然后更新一下系统和驱动什么的。不过这台机器从我买回来开箱到现在，其实已经隔了一阵子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推送，就连 BIOS 的更新都是我们自己上官网下载回来手动打上去的所以这个软件的作用是个问号。自带的软件吐槽完了，接下来我们回头看一看这台机器的机身。首先是 A 面，就非常的商务，整个就是一大块的银色，然后顶上一个小小的 logo。除了转轴这里还有一个 Swift 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并且这个 Swift 在开盖之后还会转到底部看不到。B 面是一块14英寸 2.5K 的屏幕所谓的 2.5K 就是2560×1440，当年叫 2K， 现在就变成 2.5K 了，不知道为什么。屏幕的左右两边是超窄的边框，顶上有摄像头，不过这个边框也不算太宽。下方因为屏幕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下沉所以露出来的地方不算多，实际不到1指宽。屏幕实测最大亮度300尼特，在室内用的话还算 OK， 带出去在大太阳底下就稍微差一点。
色域容积99%sRGB 和标称的相当，色域覆盖少了一点，颜色有一点点偏。校准前的最大 Delta-1去到了4.77，已经接近5了。校准之后最大 Delta-1则只有1.94，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引入了一台新的设备，是一个速度非常之快、响应时间在微秒级别的光电探头。配合示波器就可以测量屏幕的 PWM 频率以及黑白响应时间等等。根据官方的说明，飞凡 S3 的屏幕是全程 DC 调光，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没错。在最低亮度下，它的亮度变化也是一条直线，不像 PWM 屏幕那样是上下波动的。配合 UV Test 的闪烁工具，就可以测量屏幕的黑白响应时间，就是黑转到白，白转到黑要花多久。也就是说，可以比较科学的测量屏幕的残影情况。这块屏幕在最大亮度下测出来的上升和下降时间都是在10毫秒多，对于60赫兹屏幕来说应该算正常吧。这个设备也是新买的，这次也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做对比参考啊，也是先上手试玩一下。再过来就是 C 面了，键盘的键帽全部用了银色，应该是想做出一个一体化的视觉效果。按键手感偏软，不是特别清脆的那种类型，不过敲击还算是比较稳定，不会给到人廉价的感觉。还是带键盘灯的2级可调。意外的发现 Win11连记事本都能卡死，这么厉害的吗？键盘的右上角是带有指纹识别的电源开关键，可以在开机的同时直接解锁，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要手动到电源计划里面修改一下它的行为，不然删除的时候容易误触。方向键左右大上下小，这个看个人喜好吧，我觉得能习惯。键盘的上方是一排明目张胆的散热出风口，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一个隐藏式的设计。键盘的下方是这块银色的触摸板，对于这块触摸板的面积大小、材质、滑动时的顺滑程度、指针的追踪我都挺满意的，但是这个按键的手感实在是太糟糕了。这块触摸板，你用比较轻的力气去按的时候，它居然会产生一个类似点击了的晃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发点击。你要用较大的力气按到底，它才是真正的触发，然后顶部又是基本上按不动的那种。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按键比较的硬，同时键程又不太稳定嘎吱嘎吱的，非常的难受。之前用过 Acer 的笔记本触摸板，手感都没有这么糟糕，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台个例的问题这个能反说吗？键盘的左下方是 Intel 的 Evo 认证标签，这个认证表示这台机器有着待机快速唤醒、较长的续航、支持 WiFi 6和雷电4高速连接等特性，也就是 Intel 为这台机器的办公体验做了一个保证所以 Evo 认证什么时候把噪音控制也给考虑进去呢？底面同样是比较的简单散热进风口、2个喇叭一堆的螺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切分，是材料不一样吗？还有这里有一个电池的 logo， 莫非那个孔里面是重置 BIOS 的按钮？这个倒是比较少见。再过来看看机身左边的接口，最左边是这台机器的卖点之一，2个雷电4接口，我试过了，随便一个都是可以给这台机器充电的。不过它们有可能是同一个控制器出来的，也就是说要共享带宽。右边是 HDMI 接口以及 USB 3点不知道多少的 Type A 接口。这个 USB 接口我试过了，是可以在关机的状态下给手机充电的。转过来机身的右侧，肯信通手孔、2个指示灯以及又一个 USB 3点不知道多少 Type A 接口。最后在你眼前的是人类科技的结晶，超越时代的永恒经典，宇宙的真理，伟大的耳机麦克风2合1 3.5毫米音频接口。这台机器在开盖的时候，屏幕的转轴会将机器的下半身顶起来，这里有2个好处，一个是抬高键盘的角度，提升打字的体验，另外一个就是加强底部散热的进风量，加强散热的表现。不过它的转轴阻尼没有调好，比较难实现单手开盖，这个转轴有好有坏吧。飞凡 S3 这个充电器是65瓦 PD 协议的，是群光代工。这个充电器的体积非常的小巧，应该是用了氮化镓技术。不过它一次只能充一台机器，也不能换线。出差我应该还是会用别的充电器。机器的外部看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内部的配置。首先是 CPU， 可以看到这一代轻薄本的 CPU， 它的名字和定位又变了。现在标准 TDP 28瓦的 P 系列是取代了之前 U 系列的定位，用在性能较强的轻薄本上面。新的 U 系列则是之前 Y 系列的定位，用在2合1平板等更加轻薄的地方。不过这一代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型号的字数非但没有增加，反倒还减少了。之前的什么 G5、G7 都没有了，型号的数量好像也有一定的精简，没有那么混乱了。我们这一次的 i5-1240P 是4个 P 核加8个1核，对比上代的1135G7，相当于直接额外多了8个小核。不过在这台机器上面，它的功耗强行为有一点复杂，所以性能什么的我们等一下再看测试。继续来看内存和硬盘。
内存是 LPDDR4 4266，对比常规的 DDR4，它的功耗要低不少，比较适合轻薄本。特性上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在 CPU-Z 和 IDA64 里面都识别成了4通道，因为篇幅的原因，这里就不做更多的分析了，直接放 IDA64 的内存测试成绩。可以看到这个内存带宽是符合 DDR4 4266的表现的，但是因为它的时序也比较高，所以延迟也破百了。然后它使用的 SSD 是美光的2450，虽然它说是 PCIe 4.0固态，但是实际测出来的读写带宽只有3000多啊，虽然在日常使用下是完全足够的。测试了一下64GB 的大数据量读写 ，SSD 的最高温度只有51度，还是非常凉快的。然后就到了真正的性能测试的部分了，这里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讲一讲这个传说中的比较复杂的功耗墙的行为了。这台机器我们刚刚拿到手的时候就跑了几次 R23，结果发现它的层级浮动比较大，于是我们就开了监控软件看一看它的 CPU 性能释放情况，结果发现它的 PLE 功耗墙是会变的。在 IDA64 里面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的 PLE 值设置是35瓦 ，PL2 是64瓦。以前的 CPU 都是 PL2 10几秒真男人，然后就降到 PLE 长时间锐屏。但是这台机器在跑测试的时候，它是开头的1分钟左右 ，PLE 能稳定到35瓦，然后就逐步下降到20多。作为一台轻薄本，出于散热和续航的考虑 ，CPU 的功率发挥有一定限制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它这个 PLE 要足足5分钟才能慢慢恢复到35瓦的水平。所以，当我们连续跑10次23多核测试的时候，只有头2次的层级能到9000多甚至10000的高水准，后面的这么多次都固定在了7000出头。我们更新到了最新的 1.04 版的 BIOS， 这个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善。我们看了一下，在锁定功耗的状态下，跑测试时后台 CPU 的温度也不怎么高啊，所以应该是出于续航的考虑吧。毕竟 EVO 认证有一个要求就是续航。为了测出满血的 1240P 的样子，我们还尝试用 XTU 去修改了一下 PLE 的设置啊，结果发现跑起来之后还是会被系统强制拉下来。最后我们发现，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掉一个简称为 Intel DTT 的组件，这个 PLE 就可以一直固定在35瓦了。这个时候再连续跑10次23多核，分数最低也可以稳定在9700以上了。这个层级比580H 也只是低了10%几，这样还是比较强的。当然，这么调可能会导致机器在散热方面出问题。这里只是想测一下 1240P 在发挥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性能表现是怎么样的，不建议大家模仿。后面会有相关的烤机测试。另外，这台机器原生有3个性能模式，在 Acer 官方的软件里面可以切换，或者可以按快捷键 FN+F。在没有禁用 DTT 的原生状态下，3个模式下的 PLE 峰值以及降到最低之后的保底功率数值都是有差异的。经过考虑，我们最后决定在原生的普通模式和关闭了 DTT 的满血狂飙模式下分别去跑分。普通模式在开跑前会静止几分钟，这一个是代表飞盘 S3 这台机器发挥得比较正常的状态，而禁用 DTT 则是看 1240P 比较满血的状态。可以看到，在3个模式下性能是有差别的啊。不过在跑 R23 这样时间比较短的测试下，性能模式和普通模式的得分比较相近。终于介绍完了这个复杂的情况。终于可以跟功率发挥比较稳定的 Framework 笔记本上面的上一代 i5-1135G7 做一下对比了。可以看到，在 R23 中发挥得比较好的 1240P， 不管是单核层级还是多核层级，都比 1135G7 高了一大截。在前面的测试也能看到，就算 1240P 锁定到22瓦，多核得分也有7000加，比28瓦的 1135G7 还是强上不少。R20 的得分情况也是类似 ，V-Ray 5的跑分时间同样不是很长，所以得分情况也还是差不多。但是在 3D Mark CPU 分这里就不太一样了，因为 3D Mark 的一个项目跑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同时 CPU 是在比较后面才跑的。不过功耗墙掉下来之后的 1240P 性能表现依然是比 1135G7 要好不少。再过来是 W Prime， 可以看到 1240P 的层级比 1135G7 差了不少，这是因为直到现在这些老软件的大小核调度问题还是没有修好。从后台监控可以看到 1240P 是用小核在跑。后来我们用第三方软件将 W Prime 的线程优先级提高，就终于可以跑满全部的核心了。这么调了之后，就能看到 1240P 的表现好了很多。过来是一个新出的生产力测试软件 Crossmark， 这个软件主要吃单核性能 ，CPU 只跑单核时需要的功耗不多，所以虽然 Crossmark 要跑5分钟左右但是可以看到飞盘 S3 在原生状态下性能表现也不差。过来就是核显的部分了，因为 1240P 和 1135G7 都是80EU 的 Iris Xe 核显这两台笔记本主要就是内存的差别，所以可以看到显卡分的差距也不算是特别大。
在跑实际的游戏测试 CS:GO 的时候，当运行的时间比较久，非凡 S3开始锁 PLE 之后，就能看到它的帧数表现和1135GC 是差不多的。而在古墓11 1080P 最低预设的测试中，就算功耗强达到35瓦，它比1135GC 也还是没有强多少，这个核显的性能表现就这样了。古墓11的 Benchmark 其实从中期开始，普通模式的非凡 S3功率就已经限制到22瓦了。隔壁禁用了 DTT 的情况下，其实功耗也没有吃到30瓦，这个软件 CPU 吃的比较少，所以功耗强的影响不大。最后测的项目是 Dota 2 1080P 最低画质，这个游戏主要吃 CPU 的单核性能，所以2台机器不同模式下显卡的占用都是没有满的。Framework 笔记本这边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功率也下降到了22瓦，这个可能是睿频机制导致的，也有可能是 CPU 和显卡抢功率的原因。不过正好来看到2代 DR-i5 在相同功率下的性能差距可以看到 1240P 的帧数表现高了不少，这个能耗比确实是有提升的。性能测完，来烤一下机，看看散热和噪音的表现。除了普通模式和禁用 DTT 满血35瓦之外，我们还多测了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觉得对于办公本安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模式也是 Acer 直接打出来的卖点。艾德24和甜甜圈双烤20分钟，原生的普通模式和静音模式下 CPU 温度都非常之低。禁用 DTT 的满血35瓦烤机20分钟之后 ，CPU 温度其实也只有70-80，也能一直保持35瓦。单烤 FPU 的话 ，CPU 的温度会比双烤时高一些，但最多也就是在90度以内。笔记本 CPU 的正常水平也只有 PL2 刚开始锐评时会提示过热，但 PL2 时间非常短，所以实际使用没啥影响。非凡 S3 的双热管散热器压制35瓦的 1240P 都是没问题的。噪音方面，普通模式和禁用 DTT 之后差不多，看来这个就是风扇的满速了。40分贝在笔记本中已经是比较安静的了。静音模式更是只有37，就是 X86 Windows 轻薄本，只要有一点负载，风扇就开始转，这个比较烦。我在用过无风扇的 M1 MacBook Air 之后，这个感受更加的明显。然后是机身温度热成像，普通模式 WASD 位置38度，出风口40多，算是比较凉快的。静音模式温度会高一点，应该是因为风扇转速低了的原因。而禁用了 DTT 的35瓦满血状态，20分钟烤机后，机身的温度就高了很多。WASD 位置46度，转轴和底部接近60度。我能理解为什么长时间工作时 PLE 要降下来了，这个模具的机身扛不住这个发热，长时间工作降频对轻薄本来说是正常的。但非凡 S3 主要的问题还是 PLE 恢复的太慢了，明明锁了 PLE 之后 ，CPU 和机身的温度都比较低，高负载的任务结束之后 ，PLE 还是要等4-5分钟才能恢复到满的35瓦。最后是续航的测试，跑 PC Mark 时现代办公普通模式和禁用 DTT 时的续航差不多，35瓦下反倒续航还高一点。我看了一下 PC Mark 时跑测试时，每个任务之间的间隔有一点久，任务内容也比较简单，所以可能给到了普通模式恢复功耗强的时间又或者是35瓦满血可以比较快把活干完。好，那么就来到激动人心的拆解时刻了，让我们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话说它这个螺丝还是6角的。螺丝的长度和规格一致，并且脚垫底下没有螺丝，这个要好评。底盖应该是金属的，但是非常的薄，应该是出于重量的考虑吧。WiFi 的天线被装在了底部的前端难怪后盖要分开2个区域。从内部可以看到，这一块是塑料的，为了不挡信号。天线这样的设计，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放在屏幕边框上时这么好。好处的话，可能就是方便组装走线什么的吧。电池是 LG 生产的，印象中好像比较少见，容量是55瓦时。2个小喇叭，音质我都懒得测了。电池的右边有一个2280的 M2 槽，已经预装了一条，是美光的2450，没有缓存的。这个地方还真的有个按钮，这么看来，它就真的是用来清空 BIOS 的吧。接下来我就开始找传说中的另外一个 M2 槽在哪里我翻来翻去之后发现它在机器右侧的 I/O 子板和主板之间的排线的底部。好消息是它没有放在主板的背后，坏消息就是新手拆这个东西要比较的小心。还有就是压在排线下面，散热估计会差一些，在装固态的时候最好不要买发热量太大的。旁边的是无线网卡，它是 Intel 的 Killer AX1675i， 它是基于 AX211的，能支持最新的 WiFi 6E。LPDDR4 插的内存是板载的，不过它有16GB 的容量，用个3-5年还是没啥问题。刚才那片东西的底下是雷电4接口的主控，居然有2个。主板的最后这个地方，散热器压着的就是1240P 处理器了，也没啥好看的，懒得拆了。
散热器确实是双热管加双风扇，就是这两个风扇的尺寸稍微有一点小，这个地方还有点空间闲着没有利用上。总的来说，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工整的，主要的零部件一目了然。对于普通用户自己拆开来维护一下，清一清灰，加装个 SSD 换一换电池还是比较简单的。差点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塔控没断，还行。整个测下来，1240P 在满血35瓦的情况下，多核性能比40多瓦的 5800H 低了约10%几，比25瓦的 5800U 略强一点啊。当然，单核还是12代酷睿比较强啊，以及对比上一代1135G7提升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看不同机器的功耗策略了。我们目前发现别的1240P 轻薄本也有不同的性能模式，也有类似的 PLE 往下掉的情况。新的这一代 DRU 弹性比较大。1240P 锁到25瓦左右的话，按推算多核和25瓦的5600U 应该差不多。单核性能1240P 更强，价格来说1240P 的本子和5600U、5625U 的也比较接近啊。新的12代酷睿轻薄本目前还是值得考虑的，不知道 AMD 的6000U 系列啥时候才放出来。过来是 Acer 的这台机器，飞凡 S3 外部硬件部分，除了那个奇怪的触摸板，我个人还算满意。内部的问题就是功耗强，恢复太慢了，电源策略太保守了点。这台机器的最大卖点还是1.5认证加双雷电4接口，以及首发时比较低的价格。但问题是后来它又涨价了啊，现在没有首发时这么优惠了，所以我又去翻了一下，结果在百亿补贴上面找到了4400的戴尔灵月13 Pro 啊，它也是1240P，也是1.5认证加双雷电4，但配的是 LPDDR5 叉，整体看起来完成度也更高一点。那台机器我也买了啊，也在测了，有轻薄办公本需求的朋友可以稍等一下评测，多台机器做一下对比参考。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喜欢之后在书店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王，下次见，拜拜。